你好呀，這裡是默默的投資筆記。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這2年風頭正勁的一隻股票維帝技術。過去1年，它的股價從127美元一路攀升到304美元，漲幅超過1倍。這家公司主要為數據中心提供電源、散熱設備，還有當下最火的液冷技術。這一輪 AI 算力爆發，大家都在搶英偉達的 GPU， 而維帝技術就像背後默默提供鏟子和水管的賣水人，機房裡的算力卡堆得越多，運行越熱，它的電源和液冷生意就越紅火。我研究後先把結論放在前面，整體評級中性偏多，公司本身是家好公司，但以當前股價來看，個人不太建議追高。至於具體的持倉比例、合適的建倉價位、需要警惕的風險點以及止損策略該怎麼設置，後面我會逐一展開和大家細說。這2年，雲廠商和大模型公司都在瘋狂砸錢建數據中心，資本開支1年比1年猛。而数据中心有2大核心痛點，一是供電，二是散熱。尤其是 AI 芯片功耗高的嚇人，傳統風冷根本壓不住，液冷已經成了剛需。維帝技術剛好把供電和散熱這2塊都占齊了，所以它的業績是實打實跟着 AI 資本開支一起漲起來的。我梳理了4個最關鍵的數字。第一，營收同比增長 30%， 這個增速對一家市值上千億的公司來說已經相當能打了，說明 AI 這波需求是真金白銀落到了訂單上，不是虛的。第二，利潤同比增長 136%， 重點是利潤增速是營收增速的4倍多，這就是典型的經營槓桿效應。當收入過了某個門檻後，多出來的營收大部分都轉化成了利潤，盈利能力一下子就被放大了。第三，淨資產收益率 ROE 高達 45%， 這是個非常漂亮的數字，意味着公司用股東的錢賺錢的效率特別高。後面我會拆解一下這 45% 到底是怎麼來的。第四，市盈率是76倍，這個估值顯然不算便宜。再來看一下股價走勢，維帝技術當前股價報 303.95 美元，而就在最近一個交易日，它放出了平時3到4倍的天量，單日大跌了 6.6%， 這個放量陰線是個值得警惕的短線信號。從52周表現來看，它的股價區間是110美元到380美元，當前價格處在區間的中上部，距離52周高點380美元已經回落了大約 20%。 換句話說，它既不在最高處，也遠遠談不上便宜。回顧一下關鍵節點，2025年年中，股價還在110美元附近見底，那時候 AI 數據中心的需求刚刚開始發力。到了2026年5月，它一路衝到歷史高位380美元，估值和市場情緒都被推到了頂點。最近這1個月，股價開始高位震盪回落，在280到350美元之間寬幅整理，一直到上一個交易日，放量大跌 6.6%， 砸到304美元，短線明顯轉弱。接下來聊聊估值，先給結論，維帝是好公司，但現在的價格已經把未來好幾年的好日子提前算進去了。最直觀的就是市盈率是76倍，遠期市盈率是34倍。這個數字就合理多了，但放在整個市場裡依然算偏高的。再看 PEG 是 1.52， 這個指標是用市盈率去除以盈利增速，超過1就說明你為它的成長付的溢價已經不低了。 1.52 意味着增長這件事市場已經消化了相當一部分預期。至於市淨率高達 29.5 倍，這個數字大的有點嚇人，主要是因為維帝技術是輕資產模式加上超高的 ROE， 賬面淨資產本來就小，所以市淨率會顯得特別高。分析師那邊怎麼看呢？25位分析師給出的目標均價是377美元，比現價還有大約 24% 的上漲空間。而且25個人裡有22個給的是買入或強烈買入。聽上去很美，但要注意，他們的目標價區間從236美元一直拉到500美元，分歧特別大。這說明對於 AI 資本開支到底能持續多久，市場內部根本沒達成共識。基本面這塊，我習慣先說亮點，再說問題。亮點很扎實，維帝滾動1年的營收是108億美元，毛利率 37.2%， 淨利率 14.4%， 意思就是每賣出1塊錢，最後能落袋大概1毛4的淨利潤。對一家做硬件和工程的制造性公司來說，這個水平相當健康。更難得的是，它的自由現金流有20億美元，是實打實為正的，不是那種光有故事不見現金的公司。
用杜邦分析拆開看，維地的淨利率 14.4%， 資產週轉率大概 0.78 倍，權益乘數大概4倍。你會發現這 45% 裡頭4倍的權益乘數，也就是槓桿，貢獻了不小的一塊，所以它不是那種純靠經營效率撐起來的高 ROE， 槓桿出了不少力。那這個槓桿危險嗎？我覺得還好。公司賬上現金25億美元，總債務33億美元，雖然債務略多於現金，但自由現金流為正，波動係數貝塔是 2.04， 槓桿質量整體還算健康，不是危險信號。問題也很實在，一是估值太高 ，PE 76倍 ，PB 29.5倍，一旦增長預期下修，殺估值的幅度會很大。二是貝塔值 2.04， 意味着它的波動是大盤的2倍，大盤跌 1%， 它可能跌 2%。三是它的生意高度綁定雲廠商的資本開支，萬一哪天大廠見頂或者放緩，它的高增長會很快回落。我結合公開信息梳理了維地的3種經營情景，多頭情景概率大約 30%， 目標價區間450到500美元，觸發條件是 AI 資本開支繼續超預期，液冷滲透率快速提升，毛利率繼續擴張，明年的 EPS 被上修到9美元以上，基礎情景概率大約 50%， 目標價區間340到380美元。這種情況下，營收維持 25% 到 30% 的增長，估值大致維持在遠期市盈率35倍，訂單儲備穩健，對應的就是分析師377美元的目標均價。空頭情景概率大約 20%， 目標價區間236到270美元。觸發條件是雲廠商見頂放緩，高估值遭遇殺估值，競爭對手搶份額壓毛利，再疊加它 2.0 倍的貝塔放大跌幅，把3種情景加權算下來，當前價格 303.95 美元，正好落在基礎情景的下沿，略低於分析師的目標均價。向上的空間是有的，但前提是 AI 這波資本開支得繼續兌現，向下的風險也實實在在，一旦邏輯被證偽，回撤會很快。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我的目標價放在377美元附近，目標買入區間我選在280到290美元之間。理由有2點，一是這個區間正好落在布林帶下軌附近，又是前期密集成交的支撐區，跌到這裡有支撐。二是維地技術是好公司，我寧可等一個相對舒服的價格分批進，也不願意在放量大跌的當口去追。如果你還沒建倉，我的想法是別急着上車，現在這個放天量陰線的位置，拋壓還沒消化完，加倉的信號是價格重新站上均線， MACD 重新轉正，趨勢確認回暖之後再加。止損位我放在270美元下方，如果有效跌破這裡而且放量，說明短期趨勢已經走壞，原本的邏輯要打個問號，這時候就得控制風險，別死扛。已經持倉的朋友長線看好可以繼續拿，但高位的倉位可以分批止盈落袋一部分。後面重點盯下個季度的財報，看 AI 相關的訂單儲備和毛利率指引，這2個數據是判斷這波 AI 紅利還能吃多久的關鍵催化劑。總結一句話，維地是一家踩在 AI 風口正中央的好公司，賽道、盈利、現金流都沒毛病。唯一的問題就是現在不便宜，好公司也要好價格，等它跌一跌再上車，會比現在追進去舒服得多。如果你也在研究維地技術或者數據中心、液冷這條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和關注支持一下。咱們下期見。